售货员刚制止了一个偷拿东西的小女孩，就震惊地发现她的下体正在流血。这一看就是被性侵了。随后医生证实女孩下体受伤，并且严重营养不良，手臂曾有骨折，还没愈合好。据此，警察猜测女孩是被关在了笼子里。可面对警察的询问，她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医生拿来相机准备拍照取证，小女孩却突然吓坏了，这才在警察的关怀下，终于说出强奸犯给她拍了照。可只说了这么一句后，就又闭口不言了。所以最后警察还是不知道小女孩的身份，搞得大队长很纳闷，什么样的家长连孩子失踪了都不报警？结果警探猜测父亲就是凶手，因此他们才不报警。于是大队长立即指示先查明女孩身份，接着他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找出了附近所有符合年龄的孩子，然后就挨家挨户去打听了。最后终于在一家披萨店里找到了线索，女员工声称见过女孩，还给她家送过披萨，并且听到她家还有个男孩声音。就这样，俩人便来到了女孩家，不料却听到里面男孩在大喊：“爸爸不要，妈妈救我！”这一听就是要出事，于是警察当即破门而入。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一间囚室，显然女孩曾被关在这里。这下俩人心里更确定找对地方了。不料走进里屋一看，夫妻俩原来正在打游戏，而且非常投入，根本没注意到家里来人了。直到警察强行把线，他俩才回到现实，可却对警察好一通抱怨。警察当然不惯着他们，然后就将俩人带走了。而呼救的小男孩竟是他们游戏里的儿子。回到派出所后，警察立马就对俩人进行了审问。可男人只是女孩的继父，根本不知道孩子昨晚逃走了。而当警察逼他承认强奸时，他却坚决否认了，自称已经6个月没跟任何人发生关系了。并且奇怪的是，母亲竟称自己的女儿在别处，跟这一个很像。这个只是住在我家而已，他是假冒的。这可把警察搞糊涂了。对此，专家黄博士判断母亲是得了卡普格拉妄想症。Patients suddenly believe that their loved on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duplicates, just an acute brain injury that severed he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her child. Amber can see that the girl looks and talks exactly like Rose, but her ability to feel any love for her is gone. And that delusion could easily fuel her indifference to the stepfather's predation and neglect. 至于继父除了游戏成瘾外，就只是个大混蛋而已，他没有什么疾病。于是警察想要母亲指证继父，可黄博士认为不太容易，因为妄想症使得母亲大脑发生视觉断开，他不相信女孩是自己真正的女儿。不料本森却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让女儿隔着门对母亲喊话，只听声音不见人。果然母亲当即认出了女儿的声音，她连忙想见人，结果却被警察拦住了。接着女儿又喊话，让母亲指证继父对她的伤害。母亲听了后很是伤心，也很后悔轻信了丈夫的话。然后俩人越聊越伤感，女儿终于忍不住跑进来想拥抱母亲，却哪知这一见面就坏了，女人又不认她了，甚至狠狠打了女儿，还大骂她是骗子小贱人，让她立马滚。就这样，小女孩又一次被母亲伤害了。事后本森安慰了她，并保证再也不会让继父侵害她了。可哪知此时小女孩才坦白，不是继父强奸的自己。警察则赶紧追问经过，女孩这才交代，我跑出来后去找吃的，然后那个人就抓走了我，但他脸上有面罩看不清，只是声音很凶。接着本森赶紧问出了事发地点，女孩说是在游乐场附近。于是下一秒警察便赶到了那里，可女老板表示这里没有男员工。不料正说着之际，突然一个男孩带着女孩们跑了过来，这不就是男的吗？随后警察就冲了过去，哪知男孩却吓得哇哇大哭起来，一看就是智力有缺陷。而女老板也急忙承认他是我儿子，但他也是嫌疑犯呀。不过男孩基本的沟通还是可以的。接着在警察的询问下，他什么都说了出来，竟主动承认自己是登记的性侵犯。这下可把几人都震惊了，母亲也是没想到儿子竟这么直率。随后警察直言，如果你出现在儿童附近就是重罪。不料男孩称母亲说不让人看见就行了。而一听这话，母亲赶紧解释，其实这纯属误会。去年儿子在垒球联盟当球童，因为厕所坏了，所以他在树林里尿尿，不料却被人看到了下体，就有人说他是对孩子们漏音，而法官只看了他一眼，就这么随便判了。他这辈子都是这样了，被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接着拿出了别人贴在附近的海报，上面写着我在游乐场摸小孩。而警察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打击恋童癖公民联盟做的，并且里面还有一个本森的老熟人，就是教跆拳道的艾莉。可当警察指出民间组织这么做不合适时，他却不认为是错的，称邻居有权知道身边的性侵犯，而且这些信息都是来自公开网站。同时他还开发了一款 app， 可以准确指出周围的变态，而数据可都是来自官方。但经历了刚才的男孩事件，警察也指出了其中有误登上去的。然而艾莉仍固执地认为自己住在这里，比警方可以更方便地监视他们，甚至还能挖得更深。俩人见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只得作罢。却不料最终破案还得靠艾莉。而当他俩刚回到派出所，大队长迎面就带来了坏消息，又一个小女孩被强奸了，并且这个也没看清歹徒面貌，同时也被拍了照。接连发生2起儿童性侵案，警方却什么线索也没有。于是为了破案，他们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将登记在附近的所有性侵犯全部抓进了派出所，挨个进行审问排查。结果最后却全都排除了，竟是一点进展都没有。而此时低迷的俩人居然同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艾莉。她手里可能有线索，
于是本森晚上单独来见了艾莉。由于艾莉一直爱慕本森，所以他很是高兴。期间艾莉也说出了加入联盟的原因，是因为妹妹小时候被性侵后自杀了，所以他才这么痛恨恋童癖。当然也猜到本森来的目的，随后就很痛快地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依据恋童癖最注重隐私安全，所以他开发了一款浏览记录清除软件，并把下载网址挂到了每个性侵犯门把手上，一共有50-60人下载了。可是艾莉却在上面留了后门，致使他轻易获取了性侵犯硬盘里的内容，里面竟然有几千张儿童色情图片。本森见了则顿时两眼放光，赶紧让他按性别日期分类。结果这么一操作，果然很快就找出了1号受害者的照片，紧接着2号小女孩的也出现了，而且上面都有上传地址。就这样，警察很快就把嫌疑犯给逮捕了，并且在他电脑里找出了照片。然而老头却否认见过2个小女孩，但警察根本不信，逼着他解释这些照片怎么会出现在你的电脑里，甚至威胁如果不交代就告诉你怀孕的妻子。这下可把老头吓坏了，因为小娇妻根本不知道他有前科，可警察岂会怜悯性侵犯，正好利用这一点威胁他坦白。但老头就是不说，警察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好先将他关进了笼子。不料这时老头的律师也及时赶到了，而就在3人理论之际，笼子里却突然出事了，一个警员竟殴打起了老头。见状，2人赶紧冲进去分开了双方。此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下可坏了，在押人员被殴打可是大事。事后打人的警员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而他也道了歉，声称自己的女儿和被强奸的女孩是同学，因此听到强奸犯被抓后就一时上头没忍住。现在他很后悔不该看那些网上信息。本森疑惑那是什么，结果警员解释是自发监控组织发布的一些性侵者的信息。不用说，又是打击恋童癖公民联盟干的。然而这件事先放一边，随后律师果然以此为理由申请对老头准予保释。而当法官得知殴打事件后，尽管检察官极力解释，仍是很痛快地允许了老头保释。可哪知还没高兴3秒，老头又立刻慌了神，因为等会需要妻子来领人。他本想悄悄地离开，不料门口早就聚集了大批记者，而此时妻子也开车赶到了，也得知了一切。老头顿时感觉天都塌了，接着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独自开车冲了出去，然后一头钻进了大货车底。警察见状赶紧上前营救，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老头在众目睽睽之下选择了自杀。这个案子就算结了。事后小女孩来派出所表示了感谢，本森突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想让女孩学跆拳道防身，而女孩也欣然同意了。于是本森就把正好也过来的艾莉喊了进来，将她介绍给了女孩。不料艾莉刚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女孩竟瞬间变了脸色，眼神中也充满了恐惧。她好似记起了什么，随后就迫不及待要母亲回家了。而这时本森却震惊地发现，女孩的椅子上竟全是尿液，显然是刚才被吓尿的。当再瞅了一眼后，本森突然悟了，他终于明白强奸犯竟是艾莉。随后在调查清楚后，本森当晚就来找了艾莉，直接就戳穿他对自己的爱意都是假的。艾莉只不过想趁机接近警察，打探他们的行动。起初艾莉还不承认，可本森早就看穿了他，直言你其实就是恋童癖，却假装痛恨恋童癖，还特意搬来这个社区，就是在为你犯罪做掩护，然后利用软件把罪名嫁祸给了无辜的老头。可艾莉仍是抵死不认，哪知接着本森又指出是你逼死了妹妹，整得艾莉不由得大喊他是上吊死的，却不成想下一秒妹妹竟突然出现了。原来警察已经找到了他，这下艾莉终于慌了。 You raped me, Eric. You came into my room. I was only 9. No. Then you tried to convince me it was just a mistake. You swore that it'd never happen again. But you kept on raping. How many, Eric? 事到如今，艾莉终于不再装了，竟大喊我病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You have no idea what it's like. I try so hard. I try so hard not to look at little girls. Not to. I fight against it. I fight against it. And every time it wins. 可本森不想再听煽情故事了，性侵犯就是性侵犯，当即就要逮捕他。不料艾莉竟恼羞成怒，还想动手，结果却被本森一拳送去了永睡。而妹妹也算是喜极而泣，终于成功逮到了强奸犯，为祸人间的哥哥终于伏法了。